你以为 AI 牛市还在鸡犬升天？错了，现在已经进入了谁先解决瓶颈谁先涨，谁还在讲故事谁先到的零和博弈期。这期内容看完，你至少会搞懂3件事。第一，为什么同样是 AI 芯片龙头，美光能在3个月里暴涨32%，创历史新高，而 AMD 却暴跌2%，17%，把去年的涨幅几乎跌光。第二， AI 投资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移，旧地图已经找不到新大陆了。第三，接下来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框架去筛选 AI 股票，才能避开90%的估值陷阱，真正赚到产业发展的钱？如果你还在用2023年的逻辑炒2026年的 AI，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你接下来只会亏得更惨。现在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个言，你是还在相信只要沾 AI 就能涨的普涨神话，还是已经意识到这场游戏的规则早就变了？我会逐一帮助大家解决困扰。过去3个月，整个 AI 板块走出了有史以来最极端的分化行情。一边是美光从60多美元一路涨到80多美元，市值突破1200亿美元，成为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半导体公司之一。另一边是 AMD 从180多美元跌到130多美元，市值蒸发超过500亿美元，无数抄底的散户被套在半山腰。很多人看不懂，说市场疯了，说 AMD 的 GPU 性能不比英伟达差多少，怎么就跌成这样？说美光不就是个卖内存的吗？怎么就突然成了 AI 龙头？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市场一点都不疯，恰恰相反，市场比任何一个散户都清醒。他只是在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一个真相：A 投资的上半场已经彻底结束了。资本市场有一条永远不会变的铁律，我把它叫做金矿定律。在任何一个新兴产业里，钱永远不会流向最会讲故事的人，也不会流向技术最先进的人，钱只会流向那个所有人都绕不开的瓶颈。谁能解决这个瓶颈，谁就拥有绝对的定价权，谁就是这个阶段的印钞机。人类总是容易被宏大的叙事吸引，被改变世界的口号打动，但资本从来不会。资本只看一件事儿：我现在投进去，未来能不能确定性的赚回来？而确定性就来自于稀缺性，稀缺性就来自于瓶颈。2023年到2025年 AI 产业的瓶颈是什么？是 GPU。那时候 OpenAI 刚发布 GPT-4，全世界都突然意识到大模型的威力，所有公司都在抢 GPU。英伟达的 R00 和 H100被炒到天价，有钱都买不到，所以那个阶段英伟达是绝对的王者，股价1年涨了3倍。那时候只要你说你能做 GPU， 哪怕只是个 PPT， 股价都能翻倍。那是 AI 投资的上半场，是炒预期的时代，是鸡犬升天的时代。但所有的瓶颈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解决，所有的稀缺性都会随着产能的释放而消失。到了2026年，一切都变了。现在英伟达的 GPU 产能已经开始大规模释放了，今年 H100的出货量会比去年翻1倍，下一代 H200也会在下半年量产。AMD 的 M00、英特尔的高底3也都陆续上市了。突然之间 GPU 不再是那个一卡难求的稀缺品了。那新的瓶颈是什么？是 HBM 高带宽内存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HBM 是什么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一辆1000马力的超级跑车，那么 GPU 就是这辆车的发动机，而 HBM 就是这辆车的高性能汽油。你发动机再强，马力再大，如果加的是劣质汽油，供油速度跟不上，你根本跑不起来，甚至会把发动机烧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的 GPU 参数看起来和英伟达差不多，但实际跑大模型的性能差了一大截，因为他们的内存带宽不够，数据喂不进去，发动机空转，有劲使不出。很多散户只看 GPU 的算力参数，根本不看内存带宽。这就像你买车只看发动机马力，不看油箱和供油系统一样可笑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一颗 H100 GPU 需要搭配6颗 HBM 3E 内存，没有这6颗内存， H100就是一块废砖。英伟达现在最大的烦恼不是 GPU 卖不出去，而是没有足够的 HBM 来组装 GPU。它甚至不得不把一部分 HBM 产能优先供给自己的云服务，而不是卖给其他客户。现在 HBM 的缺口有多大？我给你一组数据：2026年全球 HBM 的总需求是3.5亿颗，而全球总产能只有2.1亿颗，缺口高达40%，而且这个缺口会一直持续到2028年。
也就是说，未来3年 HBM 都会是整个 AI 产业链最稀缺的资源，没有之一。40%的缺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卖方市场，意味着供应商可以随便涨价，客户还得排着队抢，意味着谁有 HBM 的产能，谁就掌握了整个 AI 产业的命脉。因为没有 HBM， 再好的 GPU， 再好的大模型都是一堆废铁。这就是美光暴涨的根本原因。就在1年前，美光还是内存3家里最不被看好的那个，三星和海力士垄断了全球 HBM 市场90%以上的份额，美光几乎没有存在感。所有人都觉得美光会被彻底淘汰，但美光做对了一件事，它把所有的资源全部砸在了 HBM3E 和 HBM4的研发上，然后奇迹发生了，美光不仅成功量产了 HBM3E， 而且把良率做到了90%以上，这个良率甚至超过了三星和海力士。良率突破之后，订单自然就来了。英伟达第一个找上门，和美光签了长期供货协议，然后是微软，然后是谷歌，然后是亚马逊。所有的云厂商和大模型公司都在抢美光的 HBM 产能。现在美光的 HBM 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，今年第1季度，美光的 HBM 业务同比增长了300%，而且毛利率超过了7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比英伟达的 GPU 毛利率还要高。你看，这就是瓶颈的力量。你不需要改变世界，你只需要在某个所有人都绕不开的环节做到最好，你就可以躺着赚钱。很多人看不起卖内存的，觉得技术含量低，但现在就是这个技术含量低的卖内存的，成了整个 AI 产业最赚钱的公司之一。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就在半年前，还有无数分析师在唱空美光，说美光的技术落后，说美光会被三星和海力士挤出市场，说美光的股价会跌到40美元以下。那些听了分析师的话，在60美元割肉美光的散户，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我觉得很多人最容易踩的坑，不是信息不够，而是太急着给信息找意义。他们看到一个公司过去表现不好，就觉得它未来也一定不好。他们看到一个行业的格局好像已经定了，就觉得不会再有变化。但市场最擅长的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，给你一个大大的意外。讲完美光，我们再来讲 AMD。为什么 AMD 会跌得这么惨？很多人说是因为 AMD 的 GPU 卖得不好，没错，但这只是表面原因。更深层的原因是 AMD 的整个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你还记得去年市场是怎么吹 AMD 的吗？说 AMD 的 M00 性能超过英伟达的 H100， 说 AMD 会抢走英伟达20%的市场份额，说 AMD 是下一个英伟达。结果呢，今年第1季度 AMD 的 AI GPU 市场份额只有6%，连预期的1/3都不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 AMD 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——生态。英伟达的 CUDA 生态已经发展了10几年，全世界有几百万开发者都在用 CUDA 写代码，所有的大模型框架，所有的 AI 工具都是基于 CUDA 优化的。你可以做出和英伟达性能一样的 GPU， 但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复制出一个10几年积累起来的生态系统。这就像所有人都在用 Windows 系统，你突然做了一个性能更好的操作系统，但没有软件支持，没有开发者用，根本没人会买。CUDA 就是英伟达的 Windows。这是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护城河。其实 AMD 不是没有技术，它的 M00 在某些特定场景下性能确实不比 H100差，但问题在于开发者并不乐意为了那一点性能提升，花费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，把自己的代码从 CUDA 转移到 AMD 的 ROSM 上，因为转移成本太高了，所以就算 AMD 的 GPU 更便宜，也没人愿意去使用。很多散户天真的觉得，只要参数超过英伟达，就能打败英伟达。这是典型的工程师思路。在资本市场里，生态一直比参数重要，垄断一直比技术先进更有价值。你觉得自己在投资技术，实际上你在投资垄断。AMD 之前的股价全是依靠挑战英伟达这个说法支撑着的。在最高的时候 ，AMD 的市盈率超过了80倍。80倍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？也就是说，市场预计 AMD 未来10年每一年都要保持20%以上的增长。可现在说法没法再继续讲下去了，它的市场份额只有6%，增长还没达到预期，那么80倍的估值就成了不切实际的东西，泡沫肯定就会破裂。这就是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不一样点。在上半场，资本愿意为梦想花钱，就算你没有利润，没有订单，只要你有说法，就能给你高估值。但在下半场，资本就只看重现金流，
只看重利润，只看重确定性，没有真实业绩支撑的高估值，最后都会回归的，而且回归的速度比你能想到的要快很多。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或许被叙事带着走了，那你点个关注，后续我接着分析那种最容易欺骗普通人的市场逻辑。那你现在弄清楚了没？ IE 牛市还没有结束，结束的仅仅是那种鸡犬升天式的普涨时代，结束的仅仅是那种炒作故事、炒作预期的时代。现在 AI 投资进入下半场，是一个产能为王、瓶颈为王、现金流为王的时代。可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不？绝大多数散户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到这个转变，他们依然在用上半场的逻辑去炒作下半场的股票，他们仍然在寻找那些下一个英伟达，仍然相信那些改变世界的故事，他们仍然满仓那些没有订单、没有利润、只有 PPT 的 AI 概念股。接下来的一年将会是 AI 产业最为严酷的大洗牌，那些没有核心技术、没有订单、没有利润，仅仅只会编故事的公司都会被资本冷酷的抛弃，他们的股价会下跌70%乃至90%，而那些把握了产业链核心要害的公司会接着上涨，不断创下历史新高，分化将会越来越极端。很多人说投资需要分散风险，但在这样极端分化的行情之中，分散风险就是分散收益。你要把你的筹码集中压注在那一个所有人都无法绕开的要害之上。很多人怀念2023年的 AI 牛市，觉得那会儿挣钱挺容易的。可实际上那会儿挣的钱是靠着认知差挣到的，也就是那些先意识到 AI 重要性的人赚了那些后知后觉的人的钱。但现在认知差已经没了，所有人都知道 AI 重要，接下来挣的就是产业深度的钱，是那些真正弄明白产业链逻辑的人赚了那些只会看故事的人的钱。当然瓶颈不会一直局限在 HBM 这里，未来它还会转移，有可能是先进封装，有可能是光模块，有可能是电力，有可能是冷却系统，但核心逻辑永远不会变，谁能解决下一个瓶颈，谁就是下一个赢家。那要怎样才能提前找到下一个瓶颈？其实挺简单的，你就看现在整个产业链里哪个环节涨价涨得最厉害，哪个环节交货周期最长，哪个环节产能最紧张，那个环节就是下一个瓶颈吗？不，那个环节就是下一个瓶颈。你不用去听分析师的报告，也不用去看公司的新闻发布会，那些都是给散户看的，你只需要去看数据就行。数据并不会说谎，真正会说谎的是人类给数据编的故事。这里最有欺骗性的地方在于，它看起来太像是个合理的解释。很多公司会把自己包装成 AI 龙头，会发布很多看起来厉害的技术，会讲很多宏大的故事，但你只要去看它的财报，看它的营收，看它的利润，看它的订单，你就会发现很多故事实际上都是虚幻的东西。在市场里头，别去相信任何人说的话，你得信他们做的事儿。别信公司说它未来会怎么，你得去看它现在已经做成了什么。别信分析师给的目标价，你得去看资本正往哪儿流。资本的流向一直是最实在的信号，它不会骗你，它只会跟你显示哪儿有真的机会，哪儿有真的风险。再反过来聊最初那个问题，为什么美光涨了 AMD 跌了？不是因为美光比 AMD 更厉害，也不是因为市场不公平，就因为在2026年这会儿，美光在产业链的瓶颈位置，而 AMD 在泡沫的头上，市场只是在做它最擅长的事情，奖励正确的人，惩罚错误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类特别喜欢那种能让自己安心的逻辑，哪怕那个逻辑根本不赚钱，他们宁愿相信 AI 所有公司都会涨，也不愿意接受只有少数公司能活下来的残酷现实。他们宁愿相信 AMD 会逆袭英伟达，也不愿意承认垄断是不可战胜的。他们宁愿相信只要长期持有就能赚钱，也不愿意承认在错误的标的上长期持有只会亏得更多。但市场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善良、你的坚持、你的自我感动就对你手下留情。市场只认一件事，你有没有看懂它的规则。现在你可以问问你自己，你手里持有的 AI 股票到底是在解决某个真实的所有人都绕不开的瓶颈，还是只是在讲一个别人想听的能让你自我感动的故事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你在接下来的 AI 大洗牌里是成为赢家还是成为别人的流动性。如果你也想把这种表面很热闹
底层却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市场问题看清楚，先顺手存一下，后面你会发现这些判断框架比单条消息值钱得多。最后我想再说一句， AI 确实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产业革命，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工作，改变整个世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 AI 革命的公司都能赚到钱，也不意味着所有买了 AI 股票的人都能赚到钱。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。铁路革命的时候，90%的铁路公司都破产了；互联网革命的时候，99%的互联网公司都消失了。真正能活到最后的永远都是少数，真正能赚到钱的也永远都是少数。AI 革命也不会例外。如果你想在这场大洗牌里活下来，并且赚到钱，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懂产业链瓶颈的每一次转移，如果你想学会用资本的视角而不是散户的视角去看市场，点一下订阅。我会持续用数据、概率和逻辑替你翻译那些市场本来不想让你看懂的真相。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，本期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每个人的资金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不一样。做任何决策之前，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，不要盲目跟风。如果有需要，也可以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